这里是刷刷，欢迎来到16人格新系列的第3期。这个系列咱们结合有趣的生活场景，解读每一个人格类型，了解不同认知功能之间的神秘关系。无论你是不是这个人格类型，一定都会有所帮助。今天我们的主角是 ISTJ 啊，让我们来看看 ISTJ 号飞船的第二个船员，也就是 ISTJ 的辅助功能外倾思维 Extraverted Thinking， 简称 TE。辅助功能 TE 在飞船上扮演的就是副指挥的角色，虽然不像指挥官那样是不容置疑的最高领导，但也是飞船上很重要的决策者。TE 首先是思维功能，这意味着对于副指挥 TE 来说，人的个性、人的情感需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并不是他决策的时候优先考虑的因素。他决策的主要参考是一个事情是否达到某个明确的硬性标准，是否在逻辑上通顺与连贯，是否解决了问题，而不只是让人感觉更好。结合追求实际经历的指挥官 SI， 这可能会让 ISTJ 对于那些无法看见实际结果的新事物持有很强的怀疑和抗拒。比如一个 ISTJ 的家长从来没有接触过心理咨询，在专家的劝说下勉强同意了让孩子进行心理咨询。指挥官 SI 很可能会开着雷达，很留心心理咨询到底有没有给孩子变化。孩子看起来确实更轻松了一些，和之前紧绷的状态有所不同。副指挥 TE 呢，很可能就会把注意力放到那些具备实际意义的标准上。就算如此，可是孩子的成绩还是没有达标，作业照旧完成度很差，也没有增加孩子愿意跟我说话的频率。很可能对心理咨询不够熟悉的 ISTJ 就很希望拿自己熟悉的内容来做对比，指挥官 SI 就会参考自己过去类似的花销。我之前给孩子报了一个补习班，费用差不多，但明显最后孩子成绩进步了。上次我们参加的那个夏令营，孩子回来感觉也跟我交流多了很多。副指挥 TE 很可能因此有些不满，这个心理咨询的花费性价比很低啊，甚至咨询师都不能告诉我明确的解决孩子问题的时间节点。最后 ISTJ 很可能得出结论，心理咨询有用，但不多，孩子没必要继续了。孩子很可能就容易从中感受到情感层面的被忽视，好像自己感受的好坏一定得通过某种验证的标准去衡量才作数。但是这对 ISTJ 而言会觉得如果你真的感受越来越好了，你的学业、你的社交表现不理所当然的应该越来越好吗？如果都没有事实性的变化，你的感受是不是有点太虚幻了？同时，副指挥 TE 不仅是思维功能，更是外倾的思维功能。这意味着对副指挥 TE 来说，只是逻辑通顺，只是解决问题是不够的。非常重要的是去契合外部世界的规则来解决问题，去调配在外部世界的资源来达成自己需要的结果，而不只是找到那个理论上最合理的方法。所以 ISTJ 往往不会是那个自己脑子里想清楚，明白自己该做什么确保自己尽到自己的责任就够了的那个人。副指挥 TE 会驱使他们想要在外界去建立起秩序，去确保外界也是朝着那个目标前进的。比如在一个小组任务中， ISTJ 往往希望确保每个成员都能够完成自己部分的任务，而不是自扫门前雪，其他人你爱咋样咋样。不过 TE 毕竟只是副指挥，总指挥仍然是 SI， 这导致 ISTJ 在调配环境资源、在管理他人的事情上是不如指挥官是 TE 的 ESTJ 或 ENTJ 那么主动的。拿小组任务做例子，副指挥 TE 分配好自己的任务，比如说有些偷懒的成员提前就得监督他们做完自己的部分比如我们第一步要做这个，第二步、第三步就要做那个，最后截止日期前我们就可以完成了。ISTJ 也会很信任自己的指挥官 SI 我很清楚自己的步骤是可靠的，在之前已经证明了类似的方法可以有序的达成目标。但是 ISTJ 往往并不喜欢成为那个台前的领导，因为指挥官 SI 格外的需要时间去对比与理解事物， ISTJ 反而更喜欢去成为幕后的那个管理者，这样可以多出很多时间去更周密的安排和计划。副指挥 TE 很希望迅速地建立起有效的秩序同学 A 的能力适合做这个部分，同学 B 的能力适合做这个部分，我把任务布置下去，事情就可以进展起来了。但是指挥官 SI 会格外的小心别着急，一步步来，看看之前有没有相关的经历或者现成的方法去参考，对比和我们目前的情况的区别，把每步都计划明白了再开始做，这样一开始就能做对，减少可能出现的意外和变故。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副指挥 TE 是一个外勤功能，它让 ISTJ 很少是那个一意孤行、坚持己见、坚持自己是正确的，并且从中获得满足感的人。因为正确与否对于副指挥 TE 来说没有太大的诱惑力，更重要的是能否达成目标，是能否建立起在外界的有效秩序。所以队伍中如果有人在 ISTJ 眼里是能力不足的，是软弱的副指挥 TE 一般考虑的是如何确保他们也能完成任务，而不是因为对方要为自己负责，我不需要为他负责，所以让他们自生自灭。因为外勤的决策功能，他们很在乎环境中的秩序，他们会认为环境中的秩序就是自己责任的一部分。这不仅仅体现在 ISTJ 很可能会把生活环境、工作环境都照顾得井井有条上，也会体现在他们很希望把那些不在正轨上的人带回正轨。毕竟 TE 是个思维功能，它把人带回自己眼里正轨的方法，重视的呢，却并不一定是对方的情感体验，而更多的是事实逻辑。结合指挥官 SI， 你可能会看到 ISTJ 真的好像一个检察员一样，不断提醒别人之前犯的错，经常帮助这个人把现在发生的事情和过去做对比。每次这个人一犯错，指挥官 SI 可能就出来说，你上次也是这样的，当时你得到了不好的结果，你应该吸取那个时候的教训。那副指挥 TE 又很看重事实标准你说你很难过，你说你听我的话很懊悔，但实际上我看你反复还在做这件错事我知道和你说这些让你心烦，但是事实上就是你没有达标，我当然还是得再提醒你。有人可能觉得果然 ISTJ 都是这样喜欢唠叨的顽固人士，大错特错。你仔细回顾一下会发现，例子中的 ISTJ 很清楚自己带来了不愉快，而且也并不享受给别人带来不愉快，只是副指挥 TE 寻求的这个客观标准一直没有办法被达成，他们不得不用自己眼中最有用的方式提供帮助和支持，那就是指挥官 SI 经常做的事情，回顾过去，吸取教训。如果你和他说，只要你不提醒我，不唠叨我，我之后一定可以达标，做到我该做的，你会发现 ISTJ 其实很乐意接受你的协商，并且很乐意去等待事实的结果出来。问题反而是很多人并不告诉 ISTJ 怎么达成目标，只是否定他们的作为，却不提供可行的方法，这个就很难办了。因为副指挥 TE 很乐意接受更好的秩序、更好的安排、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指挥官 SI 也很乐意接受新的经验、新的积累、新的知识，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我们没有秩序、没有安排、不解决问题，也没有新的知识积累，也没有新的信息涌入。接下去我们就来到了 ISTJ 的第3功能，内倾情感 Introverted Feeling， 简称 FI。FI 在飞船上扮演的就是指挥官 SI 的小助理，和副指挥 TE 都是 SI 的左膀右臂，因为他和副指挥 TE 非常的互补，这也是 ISTJ 很容易被误解以及受伤的地方，因为 FI 是个情感功能，相比于思维功能的副指挥 TE， 小助理 FI 更倾向于去在乎人的感受、人的价值观、人的信念，所以每次副指挥 TE 专注于目标到底是否能够达成的时候，小助理 FI 就会提醒到这真的是你认同的吗？你这样做真的在心里好受吗？这样做真的道德吗？比如 ISTJ 走在路上遇到一个在做志愿者的小朋友向 ISTJ 募捐，指挥官 SI 可能之前会因为之前的一些慈善机构的不良事迹记得很清楚之前好几次看到新闻里提到利用群众善心诈骗的事情，我得小心一些，了解清楚背景信息。副指挥 TE 又特别的希望了解实际的情况，去掌握这个金钱的流向来降低风险。你告诉我具体募捐的单位是哪个，最后善款会被怎么使用，我可以怎么追踪自己善款的去向。对方可能不一定那么清楚，回答让 ISTJ 没有特别的满意，于是副指挥 TE 可能觉得这个小朋友前来募捐，至少得花点功夫了解清楚钱款去向。按这种情况，怎么能够信任他？怎么能够让别人愿意付钱呢？指挥官 SI 也会同意。他自己都不熟悉他在做的事情，连捐款的基本常识都没有掌握好，真的很难信任啊。这时候小助理 FI 可能就出来插嘴了。你是不是太无情了一些？你真的想当一个这么冷漠的人吗？
你想想，他就是个小朋友啊！你想想自己曾经也有充满热情，但是什么都不懂的阶段，那个时候你被人质疑的感受如何？很不好吧？然而，小助理和两个指挥最大的区别就是，小助理他没那么自信，也就是说更容易去看向消极面。在这里，小助理 FI 更容易去关注到动机和道德的消极面。接着前面的例子，指挥官 SI 还是很容易觉得不安和不放心啊。真的水分太多了，我真的要捐款，我可以去给我信任的机构捐款啊。副指挥 T 也附和，确实，那样我的钱款去向还有保障，能够确保真的带来了实际的帮助，改善一些人的生活。小助理 FI 最后忍不了了。哎呀，重要的是你自己想传达什么样的心意啊！我确实很同情这个慈善机构面向的群体，也很认可小朋友愿意参与慈善活动。我这么犹豫还问这么多，小朋友会觉得我很小气，或者感觉到我很冷漠吧。要是我去当志愿者，面对这种情况，我肯定会很受打击，很难过的。不过大部分情况下，小助理并不能够单独的驱动 ISTJ 为了遵循自己的心意，因着自己的情感共鸣，而不在意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否会有结果，去违背自己积累下来的经验。另一方面，小助理 FI 不仅仅是情感功能，更是内倾的情感功能。这意味着他看重的是对我个人来说是否契合我的信念，符合我的情感需求，让我觉得我在遵循自己的心意，而不是广泛的满足大家的需求，让每个人都感到满意。这往往让 ISTJ 在自己到底是好人坏人，到底是不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上格外的在意，让他们总想确认我这么做是对得起自己的，我这么做是我自己可以接受的。当小助理 FI 不太能成为 ISTJ 的主要驱动力，但是 ISTJ 又很想满足小助理 FI 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里和 ISFJ 那期说的情况会很像，那就是先上船后补票先上 TE 的船，因为副指挥 TE 能带来更大的驱动力，然后再补 FI 的票，安慰一下小助理 FI。比如一个 ISTJ 和另一个员工在竞争一个岗位，那个员工在一个项目上有一个错误的操作，没有影响到最终的结果，但是 ISTJ 发现了，小助理 FI 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道德、信念、个人的感受上。我肯定不希望我自己的错误明明补就好了，却被别人举报。而且如果我为了只为举报他，感觉是一种背叛，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副指挥 T 也很可能希望考虑到实际的结果。我需要证明我自己的能力比他强，而我没有犯错，他却犯错了，这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更何况他犯错是事实，并非是我捏造出来的。指挥官 SI 很可能会关注之前的经历，这个人我也并不熟悉，难以确认他是不是经常会犯这种错误的人，可能确实他不适合这个岗位。小助理 FI 可能会有所挣扎，你举报他真的自己会安心吗？晚上睡得着吗？但是就像前面提到的，小助理 FI 没有那么自信的，最后可能反而被指挥官和副指挥说服。我好像也没什么对不起自己的，我知道我自己配得上经理这个岗位，而且我只是向公司反映实事求是的情况罢了。最后 ISTJ 成功挤掉竞争对手，当上了经理，并且内心没有太多的愧疚感，觉得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要是 ISTJ 和这个员工有不同的过往，事情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比如指挥官 SI 回忆起这个竞争对手，我很熟悉这个人，他也非常的可靠，他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不是他平时会做的事情，不符合我对他的印象，我也相信他以后应该也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了。小助理 FI 得到了指挥官的支持，声音就会更坚定。不行，我不能因为他难得的一个失误就去举报他，这样做我自己也不会安心，就算我当上了经理，也没有办法对自己感觉良好。副指挥 T 这时候就会起到另一个作用了，可能会去找这个人沟通，试图从利弊的角度去跟对方协商。你在这里犯错了，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也不会去举报你，但是经理会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你这样的错误在经理的岗位风险很大，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所以不要被 ISTJ 表面看起来按规矩办事，有的时候拒人千里的样子欺骗了。事实上，他们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不关注情感，恰恰相反，他们很能意识到自己对待事物的感受和态度，经常会关注自己所作所为是否对得起自己的感受。